各位线上菩萨，大家好，我是思修。今仔日的音调甲咱顶一回无共款，即届我想要用闽南语来发音。之前伫台电视台主持新闻深度报道，曾经嘛用过闽南语来报告新闻，是讲即届的评书会用无共款的语言来试看卖，凡是有无共款的效果，可能你也无共款的感受。今仔日要和大家来分享的主题是如何得神通。相信真侪人对这主题拢真有兴趣，不只是你有兴趣，其实我家己嘛真有兴趣。尤其是当咱拄到不如意，或者是想要一步登天、求名、求财、求地位、求一生的荣华富贵，或者是求财主寿的人，更加希望讲咱自己会当有神通。因为呢，有神通，咱就会当处吉撇凶、消灾解厄。有神通，咱就会当知影什么人对我好，什么人对我歹，什么时阵咱会当得功名，什么时阵咱会当得富贵。所以讲，神通是真侪人梦寐以求的代志。到底咱要如何才有神通呢？俗语有一句安尼讲：江湖一点訣。夫妻不可说，秘诀就在佛所讲的42章经这部经的中间。首先，我先简单来介绍42章经。42章经是咱学佛的基础，是佛道49年说法中间教法最重要的片段。佛道初转法轮向人间开始说法的第一部经，拢是应机祷告。经文真长，但是呢，42章经是取佛经中最精粹的教义，来作为咱修行的道源。一段一段一为42章，每一章的经文拢真短，但是呢，含义却是非常的深，会当互人好好来深省。那会当一章一章甲伊背起来，佮进一步去甲伊研究。对咱佛教的基础呢，就当了解甲非常的透彻。佛教的经典应该爱背，而且嘛爱上，道理才是咱家己的。如果咱听了后无去甲背，无去甲上，就那亲像船过水无痕共款，真紧就会去袂记哩。42章经会当讲是传来咱中国最初的经典。嘛有研究讲是咱中国上早翻译的一部经，为什么呢？其实伫汉平帝时阵，佛法就已经传入中国，只不过是还未正式传译而已。到汉明帝时阵，才正式以官方的名义去请经、去译经。佛教教法甲中国人的思想非常的契合。汉明帝为着要互佛法在中国传承，所以呢，正式开坛译经，由嘉业、摩庭、德法兰两位共同来负责。汉明帝请中国呢有学识的人，甲印度来这两位的法师来合作，将经文的梵文翻译成中文。佛法虽然讲是从印度传来，但是无法度完全按照着印度的思想，原原本本照本宣科呢，直接甲伊翻译过来，必定来糅合咱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语言甲风俗。佛教传来咱中国的时阵，是咱儒家思想真兴盛的时阵。佛教甲儒教教人的方式呢，真晚近。所以讲，42章经甲儒教的思想呢，都真接近。不过呢，儒教是教咱待人处事的方法，佛教除了讲待人处事之外呢，还佫有出世超凡的思想。即马，咱就来回归到咱今仔日要为大家来分享的主题，要如何来得神通。伫这部经的第13章。就讲出要如何来得神通。经文是安尼讲的：伊讲三门问佛，以何因缘得地宿命，会其至道？佛言：静心修持，
可会制道，譬如磨镜，故其名存，断欲无求，当得宿命。这所谓的沙门呢，是指将佛出家亲近佛的弟子。什么叫做宿命通呢？会当知影过去未来叫做宿命通。真侪学佛的人拢会真好奇，想要知影讲咱过去甲未来的代志。因听佛讲了真侪修学的方法，但是呢，也无听到怎样才会当得宿命。一般学佛的人就是想讲要得到宿命神通，确实呢无想要追求如何来修行，这是错误的代志。现在修学佛学的人嘛同款，还未开始学佛，就想要知影宿命，想要追求神通。定定跟随佛的弟子呢，当然是知影这个道理，但是呢，惊未来众生颠倒呢，走入邪境。所以讲呢，由最亲近佛的弟子来提问，佛若解说，咱就听清楚，那安尼就当利益真济未来的众生。经文安尼讲，一个因缘得地宿命，因就是因地修行。要如何修行，才会当正果得宿命通呢？其实这不只是指宿命通而已。而且包括着六神通。什么是六神通呢？六神通是天眼通、天耳通、神足通、宿命通、他神通、六神通。这六种的神通，即马我就一一来为大家分别来解说。第一，天眼通。所以天眼通就是会当看到六道的众生。以及看到一切世间种种形式无有障碍，叫做天眼通。第二，天耳通。所谓天耳通，就是会当听闻六道众生的苦乐忧喜的语言，以及世间种种的音声。第三呢是神足通。神足通又名为如意通。就是会当飞现变化，来去自如，要行东往西，一切拢无障碍。就当亲像咱现在，我想要来美国，身上人就到位。以上呢，天眼通、天耳通、神足通呢，其实呢，运用现代科技呢，就当做会到。就当亲像咱全球组织人定定和上人呐，讨论到救灾或者是呢。报告会务时阵拢是会透过视讯，将影像、声音传回咱华人真社上人面前的银幕上。上人免出门，就当到恁的面头前，恁也免坐无人机，恁的影像、声音就当伫上人的面头前来呈现。这敢毋是神通呢？第四就是他神通。他神通是会当知影六道众生心中所念之事，是会当透视人生的起灭动念。第五呢是宿命通。宿命通是知影过去的因果，以及咱未来所受的果报。最后是六尽通。六尽通又称为六尽神通，证得六尽智，烦恼净除，得解脱，为得具足的境界。其实佛教最重视的是六尽通。佛陀常常提醒咱，不可以显意迄种六通中间其他五个通是外道或者是凡夫，拢会当得到的。除了人之外甚至其他的众生类，如鬼道的众生，嘛有前五通。但这毋是咱要追求的目标。佛法追求的是六尽通。经文虽然只讲宿命，其实就是指这六神通。过来会记制道，如何才会当真正正果呢？得到佛的道理呢？但是有的人确实想要先知宿命，然后才要知影佛的道理，才正果。这是本甲末颠倒。
所以呢，佛要将这个本甲这个末啊，甲伊端正起来。要如何才会当会其之道呢？复言静心修持呢，可会之道。譬如磨镜，过去名存，断欲无求，当得宿命。静心修持就是了尽烦恼，全部拢尽啊！或者《波罗蜜多心经》嘛安尼讲，伊讲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这就是静心。人有欲有爱，情深欲重，所以讲心未清净。修持以佛法来讲，就是从学佛最初迄念心来开始，爱静心修，将心奉行，坚定志节。咱为什么会来做人？伫六道中生死轮回呢？佛说是日因缘，第一就是从无明开始。有了无明，对妄动去行动去做作，讲起来就是心一点的无明，即使本性丧失。学道就是要回归清净的本性，修行爱静静咱的心。如果只修3-2天，或者是3-5个月，这是无够的，必定爱最初迄念将心奉行。世俗的人真颠倒。譬如讲，咱台湾庄脚的寺庙有当时会要做醮，做醮的时阵，就爱家家户户拢爱守好清净，爱清口3天，大家爱食素，男女之间嘛爱修饮欲戒。但是3天了后，却是大开杀戒，像安尼是毋是真颠倒？敢有路用呢？根本就无路用。发心修行，毋通要发刹那的短暂的心，爱将心奉道，才会当回归咱的本性。可回之道呢，就是咱本性会当甲道合，真正佛的教法是会当互咱彻底去悟道。只要咱会当静心修持，就会当与佛道相会。譬如磨镜，过去名存，就亲像磨镜同款，一直家磨甲非常的光，会当光亮照人。古早时阵用这个铜来磨光，才会当照物件。如果会当磨愈光，所照出来形影就会愈清楚。有时阵咱用水来照，一潭的水要清净，而且要定睛才会当照出着人的影。日头行拢是同款的，要清清净净，无卡着垃圾的物件，才会当照出着咱的面目。只要行清明，山河大地、宇宙万物，无一项未当照清楚。所谓山来照山，水来照水，咱的心嘛是同款的。水要清要净。行要清嘛要明，咱的心的烦恼若重，等于是一面镜大蒙雾，受尘埃染过，无法度照出万物的本相。所以必定爱下一番的功夫来磨。心若起无烦恼就济，今仔日甲少人冤家发生着无愉快，定定藏伫咱的心内。应该要做代志，就无法度去做，或者是讲咱心欲升起，用心计较，怎样才会当得到所爱物件呢？这嘛是烦恼啊！世俗一切喜乐哀乐，无非就是咱心中的定故。如果会当将人情世事放在咱的心中，就亲像尘埃惹了心境。佛道教咱爱磨，就是爱咱修行。会当修到触境不动心的程度，就等于是垃圾卡袂着这面镜，过去名存。垃圾若是去除，名的本质就显现。譬如讲，咱用墨水来拭镜，外面的物件敢照出来呢？是无可能的代志。但是镜的本质也是原在，
咱的佛性是毋是因为无始以来沉迷在六道，就减少了吗？只要咱将咱过去的歹习惯，甲弃除，善良的本质自然就当显现。去掉一分的烦恼，就当明觉一分的本性。心境若要明，首先就是咱爱断欲无求，断欲弃爱。爱欲若断，自然咱心就明。爱与欲使人愚白，使咱无度人生现前的境界。摆伫咱眼前的事理，咱拢分袂清，咱要如何来了解到过去甲未来呢？必定咱爱将咱的爱欲来断除，现前的境界清楚了，过去未来才无有问题。所以讲呢，爱断欲无求，当得宿命。其实呢，地主所问的意思呢，是重在宿命神通这一类。咱看佛道所回答的意思，确实呢重在会道。要了解道理，心会当甲理来合，就爱知影宿命。其实就是教咱爱脚踏实地，好好来修行，其他就免阁问遐尔济。就如同子路问孔子啦，人若死去了后会去倒位呢？孔子就讲啦：不知生，焉知死？活的时阵，做人的道理拢无毋捌，特别问死了后的代志呢，就如同讲咱无好来修行，特别问神通的意思是共款的。佛道回答大家讲爱好好修行，乃当回道就当知影宿命。一个真有修行的人，一定知影宿命；一个知影宿命的人，却无一定是真有修行的人。有的人恐恐慌慌啦去问当机，或者是呢问民间一种算命方式叫做牛仔仙，或者是问算命，但遐会晓算命的人，却算袂到自己的命。自者曾经救济过一位修行人，伊伫外面帮人算命，抽签卜鸟卦，大家无清楚未来命运，拢去请教伊。伊会指点人过去未来的命运，未来要安怎做？无偌久了后，你会得到什么款的功名？佮无偌久了后，你会什么款的灾害？但是呢，咱自己的命运确实无法度掌握，一生落魄，后来呢，也是靠咱自己人去甲伊救济，连往生的后事呢，嘛由咱自己来为伊办理。像这种宿命通，敢有什么路用呢？要得宿神通呢？其实是真简单。以现在的科学来讲呢，有一种的催眠术，会当互人讲出着伊过去生的代志，或者是通灵。只要麻醉现在的杂乱心，自然就会当知影过去的代志。又有一种通灵是会当互人坐咧，甲幽冥界鬼神来通灵。不管是通灵或者是催眠术全部拢互人未记现实的境界。这是毋是自然的呢？毋是，伊是用一种的邪术互人暂时抹除现前的境界。时间是短暂的，毋是出于自己，是被动的。就咱亲像一面镜伫眼镜真气真济，镜面都会雾，用布甲漆，暂时会当看到自己的面。但是真气若阁起来的时阵镜面又阁看无清楚修行乃当修到自己运用自如想要知影什么就知影什么，随心所用这是咱真正的神通。这必定爱先修心回本性，就咱亲像佛已经回归至道，伊预言2500年后的今仔日所讲的世俗就完全证实了。佛的智慧实在是不可思议。现代科学家称佛是科学之母，学者嘛称伊是哲学之源。佛的智慧是因为已经会道，所以讲会当知影过去未来的事项，
这才是真正理宿命。生命通毋是咱要追求的，咱要追求的是无聊，也就是流尽通。大家听归听，离道抑阁是真远。乃当听离思啦，思离行啦，道理甲咱的心会当契合，这才叫做会智道。学佛未当舍本逐末，这是清净佛的弟子以慈悲，行咱后世的众生志在神通，无想要追求佛的真理，所以讲来问佛这一段，请佛来为咱开示，教咱修行，咱爱从根本来做起。若回到心就明，心若明，宿命就通。修行毋通想讲，哇，多一人非常厉害，会当知因果。其实伫因果宿命，这是真简单的代志。断爱欲，这是真正困难。乃当断爱欲，将心果了尽要求神通，就并无困难。如果只是想要求神通，就会行到邪道去。尤其是外道，就是重在神通。学佛毋通想要追求神通，追求智道才是最要紧的。佛的流传又依靠到真理，不在神通。神通毕竟只是佛教84000法门中的一种，是一时的方便，并非究竟的佛法。神通也毋是万能的，有时阵神通是敌不过业力。业力即是咱世间最大的力量，因为神通是袂当违背因果的。所以即使是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尊者，伊个人也是无法度拯救到伊的老母来脱离到地狱之苦。即摆我特别来讲讲目犍连尊者的故事，互大家来听。目犍连尊者，伊是佛道十大弟子中间神通第一。当初伊和舍利弗尊者拢是婆罗门教，听闻佛道的因缘法，而带领到100个弟子，甲舍利弗同时来皈依到佛道。伫一届的结夏暗期，所谓结夏暗期，就是指农历的4月15到7月15这段期间叫做结夏暗期。伫结夏暗期将要圆满前的某一天目犍连尊者就伫人间打坐，突然间就想起到伊先生的老母，毋知讲伊老母往生了会去倒位去呢？伊念头一起忽然间伊亲像灵魂脱体，飘飘然来到一个境界。伊看到足侪众生伫地狱中来受苦刑、哀嚎、痛苦，看到实在真不忍心。搁往前行，看到一群的恶鬼肚大如鼓，真细如河，就是讲伊腹肚非常的大，大甲亲像鼓遐尔大。伊的阿妈棍亲像针遐尔幼、遐尔细，物件根本就食袂落去。就在这时阵伊看到伊的老母，目犍连尊者就赶紧问讲：母亲，你为什么会变成这种形态呢？伊的老母就甲伊讲：因为我在世的时阵轻视着三宝，而且兼贪嫉妒，做了种种的恶业，所以死了后对入恶鬼道，身受到求不得的苦难。即卖也只有你才有度救我。目犍连尊者听了后，非常的艰苦，非常的伤心。于是伊就运用着神通，变出了一钵的饭来。伊老母看到这个饭就赶紧用双手去甲伊接。但是伊一开喙，哇，火焰就从伊的口中吐出来，白米饭就变成火炭。目犍连尊者非常的艰苦，伊想我虽然是神通第一可是无法度解救着我的老母，到底我是要安怎呢？伊的心念一动，伊心想我应该去求佛道，
所以讲呢，目犍连尊者出定了，伊马上就赶到佛陀说法的地方呢，跪地来请求。伊讲：佛啊，请你会当救救我的老母无？已经落入五鬼道中，无法度饮食，饥饿难耐呐，恳求佛陀慈悲呐，消除我老母的业力。佛陀真无奈喊头呐，伊讲呐，业如须弥山，自己作业爱自己来承受，任何人拢无法度为伊拔除到业力。目犍连尊者听了后呢，非常艰苦。伊讲：我的身躯是来自我的老母，有了这个身躯，才得见到佛陀求得妙法，得到身心解脱。我怎会当忍心自己种着果位，却是呢，互我的老母伫五鬼道中受苦呢？请佛陀指点我的方向，如何来消除掉我老母的苦难？佛陀就甲伊讲：你看，现在有这尔济的情状啊，经过3个月的修行，因拢是戒定慧具足，因的功德福力无量，你会当供养因，请求伊拿以最虔诚悲悯的心，为你的老母来祝福救拔伊。于是呢，目犍连尊者就将伊俗家一切的资财来甲集中起来。伫7月15这一天呢，安期圆满的时阵呢，真将自主这一天呢，以做到谦卑的心、恭敬的态度呢，捧着水，请大家来洗手，并且已经装满了丰富食物的霸器呢，一一添予每一位的比丘。比丘呢，应用了后，众口一心凝神一致，用最虔诚的心来为伊老母祝愿。迄一暗，目犍连尊者打坐的时阵一位真庄严的天人就来到伊座前叩头礼拜。目犍连认不出这位天人是啥物人，伊就讲：我是你的老母。这段公案就是目犍连救母的故事，也是佛教盂兰盆法会由来。因为伊好心把握7月15这一天供养增长，以此广大功德加上有得增长的祝福，将伊和伊的老母会当脱离五鬼道的境界。即摆要来搁来讲目犍连另外一段虽有神通，却是业力不可转的故事。咱拢知讲依佛的威德，上请爱受报。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毋是无报，是时机未到。见善因得善报，见恶因得恶报，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过去生见什么因，今生就爱受什么果报，这是一定的。伫2500年前，在印度的夏维国，有一位新的国王多登基，伊名叫做波斯王。这位新王非常仰慕到佛陀，所以讲起就想要以释迦族来联姻的心愿。但是释迦族知影消息了后，为人非常的排斥，因认为讲自己的种族非常优秀。夏维国凭什么要来娶因的人呢？但是释迦族的摩诃兰王，伊想到夏维国的兵力非常强盛，得罪不起因此伊就想到一个变通的方法，就收伊的查某囝做契查某囝，将伊来嫁予波斯王。这位查某囝就是咱佛教中大家真熟悉的圣曼夫人，也就是茉莉夫人。因阿母非常恩爱，生了一个囝叫做琉璃太子。琉璃太子到8、9岁时阵，波斯王就甲伊送到迦毗罗卫国。伊的老母外头厝去留学，佮派了几位大臣甲童子含伊斗阵去。到了迦毗罗卫国当然有真侪人知影讲伊是琉璃太子是摩诃兰王的查某囝所生的。所以大家真看袂起伊，但也毋敢得罪着伊。有一天琉璃太子遇到一群的童子陪伴伊到外面练习射箭的时阵，看到一座建筑大讲堂起了非常的水。
原来这是加比罗卫国的百姓啦，希望讲佛陀会当定来转来说法教化人民，所以讲啦，开了非常的济钱来起这座讲堂。讲堂中放着一张的椅仔，是预备要互佛陀坐，伊毋准任何人来甲伊摸。即群童子看到讲堂真水，就行入去。琉璃太子真大方，就坐上即个椅仔。伫边仔一边啦，监工的大臣看了后啦，就非常的歹，非常凶恶，就甲即个琉璃太子甲揪落来，就鞭杀，便甲伊骂讲伊是婢女的囝，而且啦，甲伊赶出去。琉璃太子当时才教会而已，受到因的侮辱啦，心中非常的怨愤啦，因此呢，就向身边一位同年龄的童子讲：“你今仔日一定爱帮我会记哩，我今仔日所受的侮辱，甚至呢，逐工拢爱提醒我3遍，这个仇我一定爱报的。从此以后啦，这个童子呢，逐工3遍拢向太子提起着这件代志。经过了10几年后，琉璃太子长大成人，登基成为国王。身躯边的人就向伊进言：大王啊，你现在已经执政啊，成为一国之王，握有兵权。你还记你教会时阵你所受的侮辱啊？于是伊发兵攻打加比罗卫国，想要甲释迦族灭掉。佛陀知影这个消息，就去坐在半路上，利用率兵呢。一路前行，看到佛陀坐在日头下骹，伊尊敬着佛陀，赶紧下马向佛陀来问圣，并问佛陀讲：“佛啊，迄边有树影，为什么你袂去遐坐呢？却是要坐在日头下骹呢？”佛陀就回答伊：“我亲族的根即将要败坏，哪有树影会当惹白我呢？”琉璃王听了即句话了后，知影佛是为着释迦族而伫半路上来阻挡伊，因此伊就收兵转去。但是琉璃王并无死心，也是再出兵，连续3遍拢是同款的情形。但是最后一遍，琉璃太子又再度派兵来攻打佛陀，伊嘛真无奈，知影讲业力是不可为。所以琉璃王最后终于真顺利将释迦族给灭掉。伫个当时，目犍连尊者看到琉璃王要灭释迦族，想要拯救伊，就运用神通，将500几位的释迦族装伫这个钵中间，飞伫半空中，以为安尼就会当救到这个人。但是最后落地一看身，钵中的人全部变成血水。为什么会安尼呢？佛陀就讲出宿世因缘。伫真久以前呢，琉璃王前身是伫河水中的一尾鱼王，率领着鱼虾水族的惯属，伫河内面生存。住在河边的庄头的人，拢真爱食鱼，所以讲呢，拢食鱼，将鱼类食了。最后鱼王嘛掠来食。当时庄头的人有500个人，拢来食这尾鱼。这是真久以前的代志。释迦牟尼佛在因地时阵，当时伊也是一个细汉囡仔时阵啊，就伫遐佚佗，看到这领大尾的鱼，就用一个棍仔伫鱼的头壳讲3下。因此呢，释迦佛成佛了后，伊的头壳就疼3天，也就是因为伊讲鱼的这个因果。这位鱼王从这时阵生出的怨恨心，将来一定要报仇的。因为这因缘，所以琉璃王带着伊的眷属要迄济迄现，一定要将伊以早食过伊的肉的人赶尽杀绝。因此呢，才有琉璃王灭释迦族的这项代志。释迦牟尼佛建造就是当时食这鱼食的人，这就是琉璃王灭释迦族的故事。所以有这段故事，互咱亲像会当体会。总是讲你神通再广大，也是抵袂过业力，所以咱修行爱脚踏实地、老老实实，一步一脚印，好好真正来修行。只要咱修戒、修定、修慧，做任何代志会当心专意定，心无旁骛，无事就会当用智慧来判断，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常人讲，做该做是智慧，做不该做是愚痴。什么代志，如果咱会当了然于行，
还阁要求什么神通呢？今仔日咱线上的品书会，就为大家分享到这，感恩大家的收看，咱下一次再相会。